陛下，还有什么事？How are you？ 流程都规划好了，以我的射出经验，我就不信还哄不好这个传闻中的暴君。参见陛下。陛下，雨嫔来了。参见陛。滚吧！啊，怎么就拖出去？原来你没有这出啊！不会就这样出身未捷身先死吧？陛下，陛下，你好歹看我一眼！他不留下尸体，就得处死吗？啊，不是，大哥，你才是皇帝，你问侍卫是几个意思啊？陛下饶命！算了，他留下，你们都出去吧。是。现在是什么情况？啊？哎呦！反派的样貌需要这么隆重吗？这个作者一定是个颜狗。那个谁，雨嫔，自己打个地铺，凑合一晚吧。打地铺凑合，可是。那个谁，哎，那个谁，他叫我那个谁，这不是现代人的口头禅吗？难不成他也是？我2个小时前刚刚传过来，那会儿正躺在游轮上，晒着太阳，喝着香槟呢，手机突然跳了一个弱智弹窗，给我推了这篇文，我眼睛一闭一睁，就成这样了。2个小时前。我正在下班的地铁上，天都黑了。哎，那你怎么还能晒太阳？难道那会儿你在大洋彼岸？
啊，度假来着。你该不会是传说中的霸道总裁吧？霸不霸道我不知道，但我确实是个总裁，日子过得还挺滋润的。可恶，怎么就穿到这个洗澡都没浴霸的地方，还顶着个脑瘤等死？你先冷静，你偏头痛或许不是因为脑瘤啊，毕竟如果是肿瘤压迫神经的话，应该还会有别的临床症状的。真的吗？我瞎猜的。嘿，哎呀，那你往好处想呢，万一是被人下了慢性毒药？你还挺会安慰人呢。嘿，客气。所以你到底看没看过这篇文啊？我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啊？我看是看了，但是看的一目十行，不是很仔细。简单来说，你叫夏侯旦，你母后恨你，你哥端王恨你，你的妃子们恨你，你的臣子们恨你，全国百姓都恨你。按照原著安排，我也恨你。天啊，我到底干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情啊？葡萄我能吃一下吗？哦，随便吃。谢谢啊。太后并不是你亲妈，没有好好教育你。你呢，又患有偏头痛，从小性格偏执，残暴嗜杀。朝中的忠臣啊，都被你杀的杀，流放的流放。你还出台了一堆垃圾政策，搞得民怨沸腾的。按照原文的发展，你将在接近结尾处被端王替天行道。具体是怎么死的？好像是被刺杀的。哎呀，后面的剧情太无聊了，我连跳了好几页。嚯，知道自己会死还笑得出来啊？那我现在相信，你是真的见过风浪的总裁了。死什么死啊？我不是皇上吗？把碍事的都杀了不就行了？那可不行，你的权力早就被太后架空的差不多了，想杀端王没那么容易。而且，夏侯伯和谢允儿才是原作里的天选之子，所有的主线剧情都是为人家服务，把主角杀了，那不就等同于让这本书腰斩？那我们能不能活下去，都是未知数喽。那你呢？你看样子似乎也不像什么好人啊。我确实不是啊，我是个反派。书里都没怎么写我，是家里送过来当棋子的。反正最后你死了，我也就跟着你陪葬了。这可不行啊！你就没有什么别的提案吗？大哥，你真把自己当甲方了，还让我提案？我们现在能做的，只能是一点一点控制变量，看看能不能引发什么后果，再做打算了。有道理。但我有个问题啊。在原作中，我们两个的角色不是穿过来的吧？对啊。那既然我们穿过来了，谢允儿还会被穿吗？如果我们三个都是穿的，那端王会不会也是穿过来的？爱妃，这是为你特意准备。比起一个一个是浪费时间，还是你这招办公宴好使。哎，你这招连它放桌上也不差呀。这样一来，谁是谁一目了然。好啊，众爱妃，有道是：夏风吹动鼓连天，麦浪惊波万里绵。值此丰收时节，加上边疆祸乱平定，朕心情大好。众爱妃不必拘谨，畅饮开怀，不醉不归。谢陛下。哎呦，不愧是总裁啊，这小词儿一套一套的。那是自然。
要是谢颖儿和端王都是穿的，那我们就约他们一起吃火锅、打麻将，和和美美的在大厦潇洒。这还是我认识那个雨萍吗？狐媚。到你了。陛下，既是双喜临门，那不如让众姐妹献上才艺，与国同庆啊！准了。庄妃写的秀气，贺嫔写的很工整，这谢永儿写的是既秀气又工整。那你觉得没穿？兴许别人报过书法班呢。在世，画风幼稚，笔触粗糙。这谢永儿绝对是穿的没跑的。你要不先看看这几个呢？这是什么鬼啊？古代的打架闺秀都不学画画的吗？还测吗？上难度。陛下，除了写就是画，有没有点新鲜的才艺啊？啊！不是你让我们写写画画的吗？你，就是你，嘀嘀咕咕什么呢？给朕弹个小曲儿。臣妾不会。不会也得会。那个，弹个朕没听过的啊。要是朕听过的话，就地埋了你。陛下，我的机会来了。陛下，臣妾愿意替魏贵妃为陛下献上一曲。他终于出来了。谢谢。横拿琵琶，那不就成了吉他？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，芬芳美丽满枝桠，又香又白人人夸，让我来将你摘下，送给别人家。茉莉花呀，茉莉花。好啊，真是弹的一首好激情澎湃的曲子。真没想到，谢嫔竟然是才色双绝啊！谢陛下。果然就是。端王到。
端王从边境回来了。微臣拜见陛下。哇，如果这位大兄弟也是传来的，见过那他的演技羽妃娘也娘。太登峰造极了吧！你头真的那么痛啊？原主脑子不好使，怕不是被痛傻的。哎，别说这种丧气话，没有什么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。今晚的宫宴，你怎么看？这个谢永儿是穿的，肯定没跑了。但这端王，我还真不好说。既然端王也来了，谢嫔，你再演奏一遍，让端王也品鉴品鉴。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，芬芳美丽满枝桠。再弹奏一曲，庆祝端王凯旋。所以，端王大概还是没穿吧。也不一定，那万一他就是不喜欢听音乐呢？我三姨姥爷就是这种人。你当时应该直接给他来一套广播体操，说不定他当场就绷不住。那不就在敌人面前暴露身份了吗？我又不傻。其实不管他是不是穿的，我都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我当王爷，把皇位让给他。你把他想简单啦。原文里夏侯伯跟你仇深似海，皇位可没有恨你重要啊，人家走的是复仇路线。可我们是兄弟啊，我们不手足吗？那也是同父异母啊，而且你的母把他的母给斗死了，然后太后，也就是你的继母，又把他安排成伴读，各种羞辱，各种折磨，听起来是挺惨。而且同样是皇家血脉，论长相，论气度，论才华，论城府，你哪样比得过端王夏侯伯？喜怒无常，吃喝玩乐，这天下本就是能者居之，你凭什么占着茅坑不拉屎？于姐，我在安慰你啊。你怎么把我给骂了？不好意思啊，干总，那个职业病犯，开始讲人物小传了。那要照你这么说的话，如果他是穿的，那我们还有机会冰释前嫌。但他如果不是穿的，那我们俩就只能活一个。对了，这人物关系你可算是理顺了。听你这么说，我头更疼了。天选之女谢永儿没看出水平，天选之子夏侯伯无论穿或没穿都不是一羽之辈，而这个夏侯旦暂时没看出什么过人之处，甚至还有点不靠谱。再加上这个头疼病，能抵抗到几时啊？我与这人联手，真能干掉端王？哎，你说，我要不去试试拉拢谢永儿呢？她是天选之女，又是端王的重要助力，她要是能跟咱们一个鼻孔通气，那就顺多了。
而且你想啊，大家都是穿来的，谁不想活？大家把话说开了，那还斗什么呢？你说是不是？那你去跟他结束吧。那我干点啥呢？你，我得好好想想。哪来的胡儿？讨好陛下可不简单。或许这私底下里他还有什么特别的手段。有道理。快，锅里糊了，水！奴婢该死！以后，任何人不能进入此门。滚！是。怎么了？哦，演技不错呀。谈生意嘛，虚虚实实的，都是练的。那我知道你能干什么。哎，你去策反一个人吧。谁啊？虚瑶。这个虚瑶啊，他是端王的谋士，才华横溢，机智过人。整整5年了，不知家父的冤屈何时能洗清？愿菩萨保佑，家父福寿安康，有朝一日能够重回都城。大逆不道，枉费朕对你的信任，那就如你所愿，全家流放3000里，无诏，不得回朝。他之所以站端王的队，是因为你把他爹虚阁老给流放了。他爹一代忠良，被你听信谗言扣了个罪名，随手发配到了不毛之地。本来虚瑶也得一起去，但端王暗中救下了他，从此让他改名换姓，藏身于王府，成了谋士。据说此人一直没有放弃，还在暗中四处奔走，想接回老父。爹，史官虚阁老，请进屋议事。那我直接跟虚瑶说，我能把你爹给接回来，条件呢是归顺于我，那不就行了？哪有那么简单？他依旧会怀恨在心，质问你为何错堪咸鱼，使家父蒙受不白之冤。我不过是一个被人蒙住了双眼、捂住了双耳的疯王罢了，事中事前，还不是一纸奏折说了算？陛下明知道是那魏太傅信口雌黄，但你还是听信了谗言，将他流放了。虚瑶啊虚瑶，可怜你直到今日还以为是那糟老头子害了你爹。不是何老。虚瑶啊虚瑶，可怜你直到今日还以为是那个孙子害了你爹。也没那么小。虚瑶啊虚瑶，可怜你直到今日还以为是那王八蛋害了你爹。你胡说！如果恶鬼披着人体，你又怎能保证分得清楚，他是人还是鬼呢？哇，你这演技，不去做演员，真可惜了。你这看着好像哪儿不太一样。我这叫社畜装，温柔和善，任劳任怨。等下去找谢婉儿抛橄榄枝，看着和善点，更容易拉近距离嘛。女人，哎，你这看起来也不太一样啊。哎，既然要去策反虚瑶，我不也得做出点反差感吗？男人。
思，不好意思啊。那个，提前说好了，我是为了跟你开战略会议，又不想被别人起疑，所以才连续几天睡在这儿的。是，承蒙于姐看得起。这谢永儿好像真的和端王勾搭上了。拉拢计划失败了吧？我是怕他告诉端王，不然我早就跟他摊牌了。但这个谢永儿好像对我筑起了很高的心防。我就算告诉他我们都是真人，他也不一定会相信。谁说你们都是真人？你是，但他是书中的纸片人，他的性格、脑回路是早已设定好的。你现在想让他反水，估计很难。对啊，这层我怎么没想到呢？哎，不过幸好你那边策反徐瑶的进度不错。那当然，徐瑶是个聪明人，之前不过是被蒙蔽罢了。徐阁老曾说过，一件事情的真正受益者，隐藏在过程里，却暴露在结果中。有时候透过表象看实质，一切的疑团就迎刃而解了。我这一番话，虽然说不一定能立刻策反他，但起码能在他心中种下一颗怀疑的小种子。徐瑶啊徐瑶，可怜你到今天还以为是那王八蛋害了你病。是谁未卜先知，保下你一条小命？是谁满脸悲悯，将你收做了看门狗？挺好，挺好，挺好。那就按这个势头继续。我这几天一直在绞尽脑汁回忆，你这朝中的官员啊，7成是太后党，3成是端王党。太后势大，外戚把持朝政，笼络了大多数的文臣。武将被太后党欺压多时，已经悄然归顺到了端王的麾下。所以我们现在最重要的，就是让他们内斗。反正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随便挑拨离间，最好啊，引得他们杀个昏天黑地，我们才能夹缝中求生。但具体怎么演，我即兴发挥。哎，完了完了！我突然想起一个事儿。汉，你被篡位的最大导火索，是因为一场旱灾。什么时候？明年？后年？我记不清了，好像是在全书2/3的地方。旱灾一来，国库空虚，民不聊生，全国上下饿死了很多人，陷入一片混乱。然后你就被刺了。刺客是谁啊？什么时候的事？哎，这个我还真记得，是在倒数第10几页的地方。你能不能记点有用的呀？有总比没有好吧。总之，你被刺伤之后，端王打着秦王的旗号入宫，但你重伤不治，百官进言，求他当皇帝，稳固江山。他临危上任，励精图治，终成一代明君。我是看明白了，你看书的时候啊，喜欢端王。哎呀，
视角嘛，视角决定立场。我们现在就可以搜寻抗旱的作物啊，想办法鼓励大面积种植。无论怎样，我们都要从根源上杜绝这场灾祸，让这个国家的百姓免遭饥馑，顺利度过旱灾，然后拳打太后，脚踹端王，你和我笑到最后。就算书里已经写好了命运，那我们也要一页一页的活到最后。骆将军回朝啦！周军打胜仗回来了！快看，周军回来了！周军回来了！骆将军威武，大将威武！周军打胜仗回来了！哎呀，不愧是骆将军，将来犯的燕国击退了足足300里，这乌烟瘴气的朝局，终于有件振奋人心的事了。如今，就只剩下这些武将还在干正事了。哎，可是我听说呀，死前端王参军戍边，和将士们一同出身入死，也算得上是骁勇善战了。端王文韬武略，确实是不可多得的将才。若在朝中能更进一步，人多口杂，我劝二位还是慎言为妙。可事实如此啊！这，二兰兄，太谨慎了。骆将军击退燕军300里，令所有异族胆寒，实乃扬我大夏国威啊！臣愧不敢当。听闻骆卿十分照顾朕的皇兄，臣职责所在。朕该赏你点什么呢？陛下，臣有本奏。骆将军前日领取粮饷，不知为何比往年多了2成。今年各地收成不好，国库存粮又大半拿去赈灾。骆将军这下突然来个狮子大开口，我们实在是有些措手不及呀。陛下，相同兵力之下，中军向来是耗费军粮最多的那个，还望陛下明察。皇兄也曾参军戍边，以为如何？既然存粮不够，陛下有心系万民，3军将士理应为陛下分忧。且陛下皇恩浩荡，恩泽远播，这削减军中粮饷一事，实则也是为了天下百姓着想。臣以为，中军的将士们，个个都能体会陛下的良苦用心，也该有所谅解。朕就不明白了，这军粮年年都是这么多，今年怎么突然就吃不够了？是边疆的日子太滋润了，一个个的都长胖了。怕不是都中饱私囊了吧？陛下，请容臣呈上一物，好让陛下看看我们的将士每天吃的是何物。抬上来。这便是户部发来的军粮，里面掺了1半的沙石，这是给人吃的吗？我呸！不知哪里搞来的糙米，就敢颠倒黑白，欺骗圣上。陛下明察秋毫，怎会信你？自己掺了沙石来哄骗陛下，当治欺君之罪。是谁掺了沙石？你们应该心如明镜。我们常年戍边守卫，有这闲工夫的只有你们。简直是一派胡言！那怎么其他2军无人提啊？我们怎么知道？是不是你们把这样的军粮都拨给了中军？无稽之谈！如果没有证据，我告诉你们，这就是诬陷！诬陷！胡说八道！拿军粮当儿戏，你们就是拿将士们的性命当儿戏！常年在沙场拼杀，蠢死！
陛下，这陛下，陛下，这是为何？陛下，陛下，这是为何呀？我是户部尚书，陛下，臣大罪啊！陛下，陛下能告诉微臣这是为什么吗？陛下，快拦住他呀！我拦住！陛下，陛下，陛下不要杀我！陛下，陛下，陛下。怎么，等着朕动手吗？他笑得太大声了。你自己去户部领军粮吧。谢陛下。皇上今日发疯，会是偶然吗？这是不是偶然，暂且不提。但这户部尚书一死，太后党定将这笔账算在我们头上啊！陛下行事向来没有章法，若真是发疯也属正常，只是不知道太后会不会借机迁怒我们。即便没有今日之事，太后也会处处针对。眼下，至少中军将士可以吃饱饭了，也算是一件好事。可是这中军吃饱了，谁还恨皇上呢？就是，你看今日骆将军的喜色，仿佛忘了这任由太后一党拨乱朝纲的罪魁祸首究竟是谁。中军将士浴血奋战，用血肉之躯抵御外敌，刚刚才打赢了胜仗。党争再胜，也不应该算计到他们头上。眼下虽赢了燕国，可若是寒了将士们的心，未来羌国、蜀国，由何人来抵挡？先生大义，是本王惭愧了。先生不该这么说呀！殿下已经备好粮饷，准备私下供给中军，这样既能让将士们吃饱饭，又可以让陛下在军中失去威信，是个万全的计策呀。只是百密一疏，万万没想到会冒出一个发疯的皇帝呀！一件事情的真正受益者，隐藏在过程里，却暴露在结果中。殿下，刚才心急冲撞了殿下，还请殿下见谅。先生不必如此，本王想听的就是真话。不过刚刚先生未对皇上的异常之举有所评价，或许现在可以说说看。陛下，近日行事多有不妥，莫不是身边有了什么高手谋士？可近日宫中的眼线，没说皇上跟谁有密切往来。往来密切的，我倒是想到一个人。谁呀？妖妃于婉音呐！恶人，绝对的恶人，无论他穿没穿，都是恶人。不仅把自己撇得干干净净的，还说什么将士们个个都体会陛下的用心良苦。一句话，不仅把太后党克扣军粮的事实给坐实了，还把我也捎带上了，好像是我授意他们这么做似的。更气人的是，大面上你还真找不到他的错。哎，气死我了！他不阴险，
怎么能在小说里把一手烂牌打成王炸的？所以你得比他更恶，炸！要不钱？哎，不过话说回来，你这突然发疯，直接让户部尚书下线，这招可不太高明啊！你就不怕他们盯上你啊？这有啥的？我是风王啊，3天一小风，5天一大风，我不疯才不正常嘛！再说了，端王和太后现在正忙着走下一步棋呢，哪有空管我这个要啥没啥的傀儡皇帝啊？也是，一张3。圣上4，薛瑶现在应该已经调查当年的事情了吧？只可惜，好像没什么不利于端王的证据啊。证据这种东西可以伪造的嘛。你不是已经派人去接虚阁老吗？回来的路上故意出点纰漏，让他以为不见信义，再找个人暗杀他的父亲，再栽赃到端王的头上，然后你的人艰难万险，九死一生的救下了他，需要感激涕零，从此为我所用。要真这么顺利就好了。想想而已嘛，还能不能开心开心了？一步一步来吧。哎，咱们之前不是说要预防旱灾吗？我想去趟藏书阁看看作物的资料。去呗，藏书阁书可不少啊，这资料可不好找。赢了！不就是查资料吗？不要小看我这个资深社畜的能力了。繁体字也太难认了吧！这古代的书法习惯和现在完全不一样。端王殿下，王爷，他怎么来了？徐先生，徐先生，我们分头找吧。需要。好。目前还不能确定，眼前这个端王是不是原主。保险起见，回忆原文。原文。哦，对了，于婉英入宫之前，与端王有过一面之缘。于婉英一见倾心，回家后便害了相思。后来于婉英被家人逼迫含恨入宫，以至于全程单恋。哦，是暗恋的样子，暗恋。人呢？雨妃娘娘。端王殿下，殿下怎会来此啊？想寻一本书，方才没有找到，许是记错了。眼，就应验。那殿下想找什么书？我也帮着一起看看。那有劳娘娘了。此书名曰《山海经》，里面有很多珍奇异兽，其中一名曰烛龙，可任意穿梭到其他的天地乾坤。本王甚是好奇，想找来读一读。什么《山海经》啊？扯了这么一通，就是想试探我吧？前几日宫宴之上，娘娘也是如此陷入沉思，似乎心中有许多疑惑。疑惑倒是谈不上，
只是没想到，原夜花市偶遇的公子，竟是大名鼎鼎的端王啊！那日我有公务在身，不便暴露身份。